欢迎收听。今天我们要来深入探讨一份你分享来的资料，主题是关于预测第二型糖尿病的最新突破。我们手上有篇发表在顶级期刊《自然医学》上的研究，还有几篇相关报道。不过说真的，我们听过太多次突破了啦。这次的发现跟以前那些昙花一现的研究到底有什么不一样？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认为最大的不同是，这项研究它不是只是找到另一个风险因子，而是它试图描绘出一张动态地图。它让我们有机会在糖尿病真正发生前的，可能好几年甚至数十年呢。这么久？对，就看到身体新陈代谢系统里面那些非常非常细微的变化。这就像是从被动地等警报响起，变成主动的去监测整个系统。我懂了，听起来像是从预测未来进阶到理解现在，然后用这个理解去改变未来。就是这个意思。好，那我们今天的任务就是要来解读这份研究啊，看看这些被称为代谢物的神秘小分子到底是什么。它们又是怎么跟我们的基因啊、生活方式互动，然后科学家打造出来的那个代谢物特征，对我们每个人的健康管理可能又意味着什么？好，我们先来看这个研究的规模好了哦。他们追踪了超过23000人，而且时间长达26年耶。对，光是这个时间跟人数，就让人觉得这份资料的分量很不一样了。没错，这种长期的大规模队列研究是流行病学的黄金标准。它让我们能看到那个因果关系的线索，而不是短期的相关性。那他们怎么做？其实很直接，就是抽血。就抽血而已。对，然后去分析血液里469种被称为代谢物的微小分子。所以这些代谢物，你可以把它们想成是，身体这座巨大化工厂运作后留下的各种微小产物，像是我们新陈代谢活动的即时快照。这个比喻很好。OK，469种代谢物，这数字听起来很庞杂，但他们接下来的发现，我看到的时候真的吓了一跳。在这之中，竟然有将近一半，235种，都跟未来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有关，这比例也太高了吧？绝对不是血糖这一个指标失控那么简单。不是只有血糖的问题。对，在这之前，身体内部的代谢网络早就像一张巨大的多米诺骨牌，已经有数百个地方开始摇摇欲坠了。哇！而且里面有67种关联，还是这次研究才第一次发现的。对于我们对糖尿病前期的理解，一下子扩大了将近1/3。是的，而且更有趣的是，这不是一两个异常分子在作祟哦。不是单点的问题。不是，而是一整个代谢轮廓的改变。你可以想象身体的代谢系统是一支交响乐团。糖尿病的发生不是因为小提琴手走音，而是整个乐团的节奏、和声都开始失衡了。研究特别点出几个新发现的失衡区域，像是胆汁酸代谢，还有某些氨基酸路径。等等，胆汁酸，我以为那只跟我们消化肥肉、消化脂肪有关呢。它怎么会跟糖尿病扯上关系啊？这就是这类研究最让人兴奋的地方。听起来完全是两个系统。对，它揭示了我们过去不知道的连结。我们现在知道，胆汁酸不仅仅是消化剂，它还扮演着荷尔蒙的角色。荷尔蒙？是，它能跟我们细胞上的特定受体对话，直接影响到能量代谢和胰岛素的敏感性。哇哦！所以，当胆汁酸的代谢路径出问题，它发出的讯号就可能扰乱我们的血糖控制系统。这个发现等于是为药物开发或饮食干预打开了一扇全新的门。这就让我想到一个问题：这些代谢物的水平变化究竟是我们自己吃出来、动出来的结果，还是天生基因就决定了它会比较高或比较低？这正是研究的第二个核心。他们不只停在发现了什么，更进一步去问为什么会这样。他们整合了所有参与者的基因数据，还有非常详细的生活方式问卷，试图找出驱动这些变化的幕后黑手。然后他们找到了一个非常有趣的结论。他们在论文里有一句关键结论，我觉得值得我们细细品味一下。好，他说，
饮食和生活方式因素对那些与第二型糖尿病相关的代谢物，其影响力可能比那些无关的代谢物更强。这句话听起来有点绕。有点绕，对。他的意思是不是说，并非所有的代谢物都对你的生活习惯有同样的反应？但那些恰好能预测你未来糖尿病风险的关键分子，反而对你吃什么、动不动特别敏感。完全正确。潜台词就是你每天的选择，午餐吃汉堡还是沙拉，下班后是去健身房还是躺在沙发上，正在直接地、可测量地塑造那个能预测你未来糖尿病风险的代谢轮廓。哇！研究明确点出了几个因素：体重、身体活动量、红肉、含糖饮料，甚至是咖啡和茶的摄取量，都对这些关键代谢物有显著影响。所以你的生活习惯正在血液中留下独特的生化指纹。就是这个意思。这里有几个具体的例子让大家感受一下。研究发现，有些代谢物跟较低的糖尿病风险有关，像是那个葫芦巴盐和马尿酸。对，马尿酸。然后这两种代谢物恰好都跟较高的咖啡或茶摄取量有关。反过来说，有些跟较高风险相关的代谢物就与红肉的摄取量呈现正相关。而且这里有个很重要的概念，研究团队认为这些代谢物不仅仅是旁观者或结果，它们很可能是介质。也就是说，它们是连接你的生活方式与疾病风险的那个真正的桥梁。红肉本身不会直接导致糖尿病，而是它可能改变了你体内某些代谢物的水平。而这些代谢物水平的改变，才是真正触发风险的生物学机制。所以基因和生活习惯的交互作用，就像是在我们血液里留下了一组非常复杂的指纹。没错，而这项研究最实用的地方，就是他们用机器学习，把这组复杂的指纹简化成了一个你可以读懂的单一分数。就是他们提出的那个44种代谢物特征分数。对。他们从那235种相关代谢物中，进一步筛选出具有代表性，也最能在不同检测平台上稳定测量的44种，组合成一个综合分数。这有点像是你代谢健康的信用评分，对不对？没错，就是信用评分的概念。它综合了多个面向的资讯，而不是只看血脂或胆固醇这种单一指标。那这个分数到底有多厉害？它真的能提升预测的准确性吗？能，而且是显著提升。研究指出，把这个分数加入传统的风险评估模型之后，预测能力远远超过了所有传统风险因子的总和。超过所有，像是我们熟悉的 BMI、血压、胆固醇和家族病史这些。对，全部加起来都比不上。哇，那数据上是怎么呈现的？在医学上，我们常用一个叫 AUC 的指标来衡量预测模型的准确度，数值越接近1代表越准。单纯用传统风险因子的模型 ，AUC 大概是0.69，但是一旦加入了这个由44种代谢物组成的特征分数 ，AUC 可以大幅提升到0.92。从0.69到0.92。这在预测医学上是相当惊人的进步，非常惊人。如果用更白话的方式来说呢？更白话的方式就是，研究人员把所有参与者按照这个特征分数从高到低排序。结果发现，分数最高的那10%的人，他们未来罹患第二型糖尿病的风险是分数最低的10%人群的5.1倍。5.1倍。5.1倍。你想想看，这是一个巨大的差距，代表这个分数能非常有效地把高风险和低风险的人群区分开来。5.1倍的风险听起来很吓人，但这会不会造成不必要的焦虑？如果你的分数很高，但你觉得自己很健康，你该怎么办？这个分数是判决书，还是只是个警告？这是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会说，它绝对不是判决书，而是一个更精准、更个人化的警告。这就要回到我们前面讨论的生活方式了。这个特征分数最棒的地方在于，它不是一个固定不变的像基因一样的数字。
哎，它会变动，它会随着你的选择而变动。意思是这个分数是可以被管理的。正是如此，研究同样发现，较高的 BMI 摄取较多红肉和含糖饮料，会让这个分数上升。相反地，更多的身体活动，摄取较多全谷物、咖啡、茶，甚至适量的葡萄酒，则会让分数下降。所以它有潜力成为一个你可以主动追踪的生物指标。对，这让我想到我每天早上那杯咖啡，原来它不是在提升，还可能是在背后默默地帮我的肠道菌和肝脏加班。哈哈，对，制造这些有益的分子来降低我的风险分数。你可以这么想，未来你或许可以透过定期检踏这个分数，来客观地评估你改变生活方式，比如说开始健身或调整饮食，看看成效如何。看看你的代谢信用评分是不是真的在提高。对，他把一个抽象的变健康的过程，变成了一个可以量化的目标。所以，如果我们把今天讨论的这一切浓缩成一个最重要的观点，那会是什么？是我们找到了一个更准的可以预测未来的算命水晶球吗？我认为真正的突破不是那个水晶球本身，而是我们第一次知道该如何去擦拭它。这项研究的核心是，它把风险从一个由基因决定的静态的数字，变成了一个你可以透过日常选择去主动管理的动态指标。从静态变动态。对，这才是从宿命论到精准预防医学的根本转变。也就是说，我们不再只是被动地接受那些很笼统的健康指南，而是可以精确看到自己身体的哪个代谢路径压力过大，然后采取个人化的行动。完全正确。未来医生可能不再只是给你通用的建议，像是多运动、均衡饮食，而是可以告诉你说，你的胆汁酸代谢路径看起来压力很大，我们应该专注于调整能改善这条路径的饮食。哇，这么精准。或者是你的某种氨基酸代谢异常，增加富含这种氨基酸的食物可能对你有帮助。这就是个人化预防的未来。这也为我们留下了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刚刚提到一种叫做马尿酸的代谢物，对，它和喝咖啡、喝茶有关，而且跟较低的糖尿病风险相连。但有趣的是，资料告诉我们，马尿酸并不是咖啡或茶里直接含有的物质。没错，它其实是我们的肝脏在处理我们肠道菌群分解食物中的多分支之后才产生的物质。等等，所以是3步骤。我喝下咖啡，然后你喝下咖啡，咖啡里的多酚先被你的肠道细菌消化，细菌产生了某些中间产物，然后你的肝脏再把这些产物转化成马尿酸，释放到血液中。哇，好复杂。这就引出一个非常值得你思考的问题：我们的未来健康是不是不仅仅取决于我们吃了什么，更取决于我们喂给了体内数以兆计的微生物什么？而这些微生物的代谢产物又是如何反过来影响我们自身的生理系统？对，这暗示着在我们的饮食、肠道菌群和自身细胞之间有一场复杂而持续的3方对话，可能才是决定我们长期健康的关键。